这男主绝对是倒霉蛋中的战斗机，在当上世界顶尖的甜点大师，结果自家甜品给他来了个意外 KO。他唯一的心愿就是建立一个甜品王国，让每个人都笑得合不拢嘴。女神听到他的心声后，决定让他再来一次圆梦。在醒来的时候，他发现自己来到了另一个世界，变成了个小领主的儿子。这里的生活美满得很，可这地方啥都好，就是没做甜品的料，想做点甜食都难。这时候是为西里茨带来一好一坏两个消息。好消息是在他的点子下，田里的石灰撒得妥妥的，下脚长得跟什么似的。这话一听，男主乐开了花，想着这样一来，烤过的豆子撒点糖，这茶点就有戏了。啥时候他儿子这么能捣鼓？他家这小子真是个怪胎。这些年，男主凭他的奇脑洞给领地出的馊主意可不少。坏消息来了，那些该死的水阀盗贼搞砸了，剩下的家伙正往这儿冲，至少来个50个。人数比我们这全村还多，男主不想他辛辛苦苦养的庄稼被这帮人糟蹋，可我们这实力对付盗贼根本是杯水车薪，他可不想让这帮破坏他做甜点梦想的坏蛋逍遥法外。西里茨觉得该秀一秀男主这张王牌了，领主点头，意思是该办那个神圣仪式了。男主娘觉得虽然说是成人礼，可看男主这头脑和剑法，领主觉得他已经够格了，就是年纪轻了点，妈妈真是拦也拦不住，这真希望能多那么一丁点儿，就在宠着男主当个小宝贝。领主信誓旦旦的保证会把临行前的空闲全给他。放话说，男主就成了家里娘们的玩意儿，穿小裙的家常便饭，赤封他这辈子。身边全是姐姐们，他们最乐意的事就是给他换的还那。终于到了出发日，男主被打理的花枝招展，领主一挥手就是魔法，带着男主直接闪到王都。王都集市，那货色一个比一个诱人，男主心里已经开始幻想起来，但是眼下得先搞定这圣别仪式。神父那样子一看就是过度了，一点儿也不靠谱，还老把男主当小村脸。领主希望神父给男主来个仪式，紧接着男主就被绑得死死的，咽下那苦得要命的药水，然后他就被扔进了黑屋子。室外的机器开始发亮，只说接下来这几小时就能让男主搞定魔法，一说非得等光芒散了才能把他放出来。可是呢，过了好长好长的2天半，那光终于散了，神父都没见过谁能坚持这么久，这就说明男主的魔力强的不得了，正常人要是撑那么长时间早受不了了。可这会儿男主脑子里全是那些甜蜜蜜的点心，他梦想的要让全世界都尝他的手艺。没过多久，男主终于感到了那股力量。之后呢，神父开始念圣歌，要是男主真有那本事，那他一定能听懂歌里的意思。果真如此，男主被神圣的力量带进了个神奇的地方，他得到了超强的魔法力量，圣光就这么一点点的注入他身体里。作为答谢，领主给了他1袋子金子，神父嘀咕连个金币都没有，这点钱根本不够他闭嘴。时间就这么溜走，男主得到魔法已经2周半就这么过去了。情报显示，周围的村子和领地都被盗贼烧得不剩什么，而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可想而知，领主在四处拉人手，要统一分配物资。可这帮人打架还差得远，要是拖久了，肯定抵挡不住士兵。男主的2个朋友找到他了，他们的老爸是领主的亲戚，所以他们也算是领主的未来亲戚。正合适，男主让他们去找可以扔出去的石头。这期间要是碰上啥不对劲的，马上跑回来报告。没过多久，马尔克就收到了动静，远远的看盗贼们就要来了。2个人急忙回去告诉大家，盗贼的影子快到了。领主呼吁大伙儿团结起来，保护自家人，绝对不能手软。在领主的鼓舞下，村民们从胆怯变成了充满斗志。领主心里明白，盗贼肯定会趁夜里来袭击，他觉得盗贼们现在肯定是粮食物资紧缺，因为去年的旱灾，周围村庄的存粮都不多，所以盗贼们肯定不愿意再拖，就算要在黑暗中动手也在所不惜。盗贼们肯定也会来。西里茨担心要是搞砸了，大家晚上睡不好觉，明天打架就吃亏了。所以领主来问男主怎么办。可现在的情报对不上号，得弄清楚盗贼的存货情况，还有他们的打斗本领，就跟做甜点似的，食材、器具、时间、温度都得把握的恰到好处。于是领主决定带着西里茨硬着头皮去侦查。北叔如果能下
退盗贼，他们就绕到北边回来。男主派马尔克去西边通风报信，一旦看到信号弹，就是敌人来了的意思。看见马蹄声再次响起，就朝那声音开火。龙米担心领主会被误上，可男主相信自己爸爸不会中箭，毕竟那是个躲石头都手到擒来的老手。黑夜里，领主也可能会迷路，箭矢还能当作指路明灯。路上，西里茨因也一样发现了敌人，看样子是轮误的盗贼骑士，人数是咱们村2倍还多，大部分是职业战斗团体。还有呢，敌人还招了其他人做奴隶，不能让自家人也落这个下场。领主带着西里茨混进人群，开始行动。盗贼头目在指挥手下，别跑到马前面，要不然被马踢飞了自己倒霉。领主知道机会来了，就假装逃跑诱敌，盗贼不管不顾，全部追了上来。村里的人听到动静，按计划发射信号箭。领主一看到是儿子在为他们指路，虽然不明白男主啥意思，但领主还是照着指示走。孩子们都听男主的安排，大家齐刷刷扔着火石头，整个就是给对面一记响亮的耳光。盗贼老大直接火了，觉得咱们是瞧不起他似的，他一个劲儿跳透过河那边去了，那速度爬墙都像赛车手。转眼间带着他的小弟们也窜进咱们地界了。这时候啊，他们更来劲了，继续往盗贼那儿砸去石头。头目气得不行，决定先招呼那些小屁孩。男主挺身而出给他们挡着，没想到啊，反被盗贼头子给宰个正着。这时候男主看准了地上那些受伤的盗贼，然后啊，男主一挥手施了个大法，直接把伤的状态复制粘到其他盗贼身上去了。一瞬间，所有盗贼身上都起了疼痛的泡。这一刻，头目才恍然大悟，原来他是个魔法师，不光能复制伤痛，还能把见过的魔法直接模仿出来。靠这招，男主带着伙伴们成功从盗贼头目那里逃脱。多亏了男主这一出神操作，领主开始表扬那些战斗中的英雄。男主的2个哥们儿因为打得好，都得到了6把新剑和一些粮食。男主心里挺高兴，这场仗没人受伤，完美，可以继续他的悠闲日子了。马尔克跃跃欲试，想去炫耀，但对他妈来说，孩子安安全全就是最大的奖赏。他高兴得不得了，他一直担心他会给男主带麻烦，男主倒是给了马尔克足够的面子，表扬他俩都挺能打，将来肯定是村里的顶梁柱。多米家为了这个胜利准备来个盛大的派对，男主心里也乐开了花，因为这意味着他终于能悠闲的做甜点了。2个孩子偷偷摸摸溜了出去，总是被大人唠叨的他们，现在突然听到表扬，有点不知所措。马尔克感到自豪，心血来潮，想去看看那些被抓的盗贼现在啥样。作为男主未来的助手，他们得了解清楚那些盗贼的动态。仓库的警卫显然不打算让他们进，2个孩子总是被视作小屁孩。马尔克带着卢米躲到树丛里，故意扔石子，成功吸引了警卫的注意。盗贼头看到他们潜了进来，主动跟马尔克搭话，说他腰上的剑原是自己的，反正自己已经死路一条，所以想告诉马尔克这把剑该怎么用，用对了方法，甚至能施展魔法。马尔克一直羡慕男主，所以没能抵挡诱惑，也没听卢米的劝，举起了那把武器。盗贼头子就故意说还有咒语，让马尔克靠近点。这时绑他的绳子已经松了，趁机把靠近的马尔克一脚踹开，抢回了自己的武器，还伤了卢米。警卫听到动静赶过来，发现头子已经挟持住人质。男主赶到现场，发现盗贼头子已经带着人质逃跑了。男主一个人赶追上盗贼，他了解逃犯的逃跑路线，路上还布了陷阱。他的复制魔法能把任何看到的东西都复制出来。这一回知情的领主很是着急，准备立马出动追击。可西里茨觉得当个领主得留下来管管这些事儿，安心把村里的人们，男主的追捕交给我的了。这时候头目疏忽了一下，结果被陷阱给栽了。过了没多会儿，男主追上了他们，他拼命想起领主教的剑法，头目不给他使魔法的空，攻势凶猛的很，男主也没翻身的机会。马尔克叫他快跑，男主就是不肯，既然是他的责任，他怎能置之不理。另一头，西里茨顺着马蹄印找到了男主的断剑，最终只能带着断剑回到了领地。没想到一进屋就看到男主打招呼，妈妈担心过头，抱着他就不撒手，累得直接睡着了。西里茨简直不敢相信，他们怎么就漏掉了？领主要他好好解释，原来啊，男主用了个瞬移魔法，利用此领主的瞬间移动，只要是见过或者碰过的魔法，他都能立马用出来。领主看了，在众目睽睽之下也不好使，他担心的很，要是男主瞬移到哪个岩石里去了怎么办？更让他操心的是，要是男主的事儿传开了，那他不就成了活武器？所以呀，他只能祈祷在盗贼头输入嘴前能把他干掉。男主想去瞧瞧
伤的卢米。马尔克觉得都是自己害的，男主劝他直说对不起会更好。这时候卢米的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男主留下来陪马尔克，顺便也代替了他家的厨子。打架啥的他不感冒，他更乐意用甜点让人笑。马尔克一直在道歉，因为拖累卢米受伤，可卢米压根就没怪过他。突然间房间里飘来了香味，男主端着自家做的苹果派来了，两人尝了甜点后立马心软了，但希望马尔克能把这次的教训记心上，以后好好活着。不一会儿卢米的老爸回来了，开始还火冒三丈，因为马尔克看他女儿受伤，一转眼就让马尔克负责快娶了卢米。另一边打退盗贼后，男主家领地也是入不敷出，父母想尽办法求助老家，因为当初他们结婚杨家都不同意，所以他们下面才私奔到这儿从头再来，被未来岳父岳母差遣。男主想出了挣钱的妙计，兴冲冲地告诉爸妈，他4的姐姐正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，领主能吮银，所以经常带姐姐出席宴会无压力，这对父母展示女儿也是个好机会。要是爹妈不会魔法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参加王室的宴会，常能跋涉风险多，费用对普通贵族来说也不是小数。接着男主在木板上用魔法临摹了妈妈的脸，只要说出去男主的魔法能做到这点，他们家的孩子就不用亲自跑一趟了，让全世界都看看咱孩子的好样的。领主自己估摸着这种画作至少能值个5金币吧，这比雇专业画师可划算多了，关键是成本几乎为零。面对西里茨还是有点担心，男主心想着藏着掖着也不是办法，他想不如让人以为他画画的本事也挺厉害，这样安全多了。接下来他们是来抱怨自己没打赢盗贼的，但是他们的眼神明显不把咱当回事，原本就打算随便搪塞2句然后让他们走人，可是那伯爵还是先客气后咄咄逼人，给男主准备了高级茶点。男主高兴地尝着点心，一脸为难，紧接着喝了红茶，也是一副苦哈哈的表情。伯爵一头雾水，小孩子一看到点心通常都乐得不行，他确实赞同领主的治理手段，可领主把功劳全让给了男主。伯爵当然不信，毕竟谁都不会信领地是个10岁小屁孩在操盘。伯爵故意岔开话题，他抓住了这个机会，大肆宣扬领地之前是如何安了盗贼的狠揍，伯爵才意识到失策了。男主接着说，从捉到的盗贼嘴里套出来的，盗贼是伯爵领地里边来的，让伯爵装傻充愣。男主说了，既然你装糊涂，咱就把盗贼送王都去查个水落石出。伯爵也只能干着急，赶紧编了个理由，可能是他们剿灭盗贼时漏网的。男主直接戳穿他的谎言，一针见血地说，盗贼都承认了，是在伯爵觉得讨了败仗之后才跑到他们这儿来的。要是伯爵说的靠谱，那他赶跑的究竟是哪儿的打击队？伯爵死活不认账，除非男主掏出证据来。接着领主掏出了从盗贼那儿得了兵器，上头清清楚楚刻着伯爵家的标志。男主心里有数，算是权宜之计。那帮盗贼原本还是白爵地界的，所以希望伯爵给点补偿。伯爵也是没辙，勉强答应赔金币，可男主还嫌少，最后伯爵只好加到金币，男主这才罢休。这一幕他深刻体会到了男主的本事，终于信了领主之前的话全是话，比起让盗贼跑了还让主家对他失去信任，金币他还是能接受的。伯爵向男主认栽，也算是真心佩服了他的能力，送个小礼物。男主把伯爵的脸画在丝绸上，这手笔直接把伯爵乐坏了，他忍不住夸赞男主，没想到你还挺有两下子的。画面一转，男主递了个画布给公爵家的小少爷，果不其然，苏克瓦雷对画布上的姑娘一见钟情，男孩正色邀请苏克瓦雷收下这份礼物。他说这是边境巴雷克伯爵的一片心意，画布上的那位小姐正是伯爵家的3小姐佩特拉。宴会之前，他们父子俩先去了伯爵的地头，伯爵的地方靠边界，那边和邻国经常有小冲突，丰特拉也不好离开，所以他只好请男主和他老爸帮忙，把丰特拉的画像送到公爵那儿去。下月丰特拉要办成人宴会，伯爵希望苏克瓦雷以朋友的身份来参加，他二话不说就答应了，直接表示自己肯定会到场，没有考虑自己的立场。公爵明白了自己中了男主的计，从此不再小瞧他，因为他还年轻，自也没看不起他，只能无奈地盯着这个糊涂松子，自己琢磨着该如何到那个地儿去。男主却早有准备，只要用上老爸的及时
师传送魔法，相距的地方就手到擒来。男主悄咪咪的给公爵透了口风，伯爵看来还有其他打算。他估摸着伯爵对这场积年纠纷已经厌烦透顶，所以打算借公爵家的武力大大削弱临县的战役，所以才想跟公爵家联姻。公爵心里自有一番盘算，当下就高声宣布他会亲自带队去伯爵府上。男主清楚这是为了让整个国家都知道这事，等国家结构一稳，他就会采取相应行动。苏克瓦雷找男主要事，丰特拉爱啥，永生也只见过那么一回，都知道那家伙爱吃甜食，也曾拿过自己做的点心作为见面礼。不小心男主又陷进自家的甜品梦乡，可是苏克瓦霍这会儿有别的忙活要找他帮忙，男主还以为是给死去的人做甜品呢，哪成想人家是要多几幅佩特什拉的画像，还得是那种尽可能撩人的。男主给父亲带来了伯爵和公爵的信，而且信里全是好消息，打匪贼立了大功，他们都将得到2万银币的奖励。男主开心自己的辛苦没白费，为了磨出最完美的画像，一连画了2天半，终于得到了子百爵的认同。还有那台会先拿到3金币作为定金，用作他们给丰特斯拉护卫的经费。等到成年，佩特拉就得去王城露个脸。许多敌对的势力内心深处不愿看到两家联姻，心里也不想两家有啥瓜葛，路上肯定少不了波折重重，私下悄悄订了婚，但保密工作做得不到家也没辙。他们可是站在中间不倒翁，累得钱越多秘密越难保。要是只护佩特拉一的用瞬移魔法轻轻松松，但带上一大帮家丁和护卫，那就得动员大批人手。到了王城，警备更是大难题，这是头疼的很。就这么定了。伯爵深信不疑这位领主，他说干完这会儿，养大贵族看着都顺眼，将来的甜点帝国梦想，不管怎样，男童肯定能搞定。男主想到的护佩特拉的妙招，那就躲教会做圣事的密室。出发那天，男主和双胞胎一起坐车，姐妹俩都没啥架，其实就是出来玩的。男主计划打着圣事的幌子混进伯爵地界的教堂，然后一瞬移直达王城教堂，然后就待在密室里，直到该亮相的时候，护卫的就盯着那单一出口一起动身。伯爵早就进风捉影，乡镇丰特拉的准备动手啊！马车一到教堂，车夫就跑了，敌人从树丛里蹦出来，领主和伯爵各自被暗算。忽然间，第3个匪徒直奔马车，男主挺身而出保护女眷，他那勇猛的样子在妹妹心里刻下了深印。没想到周围还藏着第4个敌人，男主快要面对2打1，一道剑光飞来，把第4个家伙的武器甩废。父子齐心协力，一起把那些来犯彻底打退。此时兄妹俩还猛着呢，接着人群就往楼梯下挪，妹妹吓得伸手求救，正好落进男主的怀里。男主安抚道，保证会守护好她。那些看不见的红线正巧把2人紧紧连在一起。另一边，那位男人因计划泡汤，心情糟糕透了，正琢磨着下一步该怎么走，但手下们都没搞明白，想要回到贵族行列，干嘛非得绑个人出这风头？他心里明白自己的打算，一是要公爵家颜面扫地，老公爵地位那么尊崇，未婚妻被抢这事儿，觉得算是大侮辱。第3就是装英雄救美，借此功名娶丰特拉。丰特拉对这婚事的感觉，男主觉得只要见了未婚妻，他只是羞涩了些，未婚夫的话想看着就挺帅。男主等着感恩戴德，丰特拉做完盛事就被公爵府的人接走了。领主交给男主个大任务，在佩特拉回来之前，再也得陪着妹妹莉香丽丝，这是个保护公主的绝佳机会。男主找到莉香丽丝，提议去会客室歇会儿。此刻男主挺得瑟，因为那侍女一直紧跟莉可丽丝，就算是小孩也特别小心。忽然男主听出了点奇怪的声音，紧跟着地面一阵摇晃，以他们为中心，地面裂开一个大洞。领主一来，男主和莉可丽丝早不见了。毫无疑问，这种事只有魔法才能做到。领主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没犹豫直接一头扎进坑里。一路上急得像追风的猎狗，他们转眼就到了旁边的楼里，可怎么也寻不到男主的踪迹。另一边场景切换，男主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手脚都被绑了，心想绑匪能不能来个解释？绑匪那是理都不理，他根本不会听男主的。男主百思不得其解，搞不懂为啥要绑他，毕竟他也就个骑士家的小子。忽然间
他灵光一闪，想到或许是为了莉可丽丝，内心发誓非保护她不可。在一切开始前，绑匪威胁他，有什反常的举动就干掉他。莉可丽丝清醒过来，对眼前一切一头雾水。男主跟他解释了现状，发誓要守护他周全。莉可丽丝听他这么一说，心里突然就踏实了。旁边的绑匪看的不是滋味，本来这时候还不忘撩妹，被绑的他们都不知外面怎样了。男主也不敢贸然就动，打算先弄清状况。男主脑瓜转得飞快，开口说如果他有个3长2短，那金币也泡汤了。如果绑匪们是贵族，他们要的赎金肯定更多。绑匪的反应让男主有了答案，背后主谋肯定是个贵族头目。要是这地方是主谋老巢，从里里外外看，至少也得是公爵级别的。可这又破又旧，明显是被荒废好些年，所以对方可能是个没落贵族。来这之前，男主一家已经有所觉察，其中最可能的就是前公爵阿曼亚。放手吧，男主悄悄松开他背上的系带，把字条藏进绳带里，然后施展那个墓地传送术，把字条送到老爸那儿。领主马上就拿到了消息，西里兹立马被传送到阿曼亚公爵府上。男主这边急匆匆找帮手，不一会儿头目气呼呼的杀回府上，还对莉可丽丝大吼大叫。很明显，头目这回是真的怒了，他颗粒无收，因为他绑的这个人是自己妹妹，他弄错人质了。同时在公爵府那边为姐姐佩特拉和苏克瓦雷准备了宏大的结婚典礼，这击败坏之下，他想杀了那两人撒气。就在这关头，男主一剑飞出，命中头目的手背，他旁边的手下也早被干趴下了。果不其然，男主就是男主，遇到啥风了？咚一个漂亮翻身。就在男主和歹徒僵持的时候，外头响起了救兵的脚步声，是男主爹带着援兵赶到了。歹徒知道自己玩完了，头目用传送阵一溜烟逃了。男主想追，被老爸一把拦住。很快的，除了那歹徒头目，所有坏蛋都被铐起来了。阿曼亚家的人也在其中。老头子告诉男主，阿曼亚公爵20年前曾经背叛过，所以家破人亡，都是因为家主的一己之私，害得全家跟着倒霉。如今呢，公爵已经赶去跟领主说明白了，之后的事就跟他没关系了，他也得赶紧的离开这儿。可这话音刚落，没等门还没开呢，又接到个新任务，这回得靠爸爸的睡衣追上。就这么着，他俩又溜回案发现场。男主想起上次靠近那地洞，感觉不到啥强烈的魔力波动，这个说明敌人魔力快用光了，就算跑了也跑不了多远。可四周的人影却没发现嫌疑人，所以他断定敌人肯定是在暗处搞鬼。果然他们一回去，绑匪就露面了，两想直接了结他们，这样他好逃之夭夭。男主主意要自己来对付敌人，俩人就开始扭打起来，觉得他还是个毛头小子。说归说，男主一剑出手毫不手软，哪知跟男一交手，那箭头就断了，剑片飞着出去。男主抓准时机，用剑背巧妙的把人打怕。剑断的原因是他把墙缝里的裂痕偷偷转移到绑匪剑上。敌人虽败，但男主并不开心，他打算加速建设自家甜品帝国。几个月往后，公爵孙子和伯爵千金的盛大婚礼上，公爵找上男主父子道谢，男主还挑出了绑架案的疑点。绑匪经验丰富慎密，则会犯下绑错人的错误，才是情报出了岔子。加上那阿曼亚落魄贵族不可能在都城有那么多据点，他觉得肯定还有别的势力在后面搅局。这事件的大赢家、罪魁祸首最有可能是谁呢？要数阿曼亚的宿敌了，只有那被他们取代的人。这事一出，阿曼亚家完全翻不了身了。公爵明白他在说什么，要不是看在男主面上，他伯伯家肯定也得倒霉。不知真是火大了不行，他觉得自己好像养的狗突然反过来咬他。然后呢，男主拿这事来威胁，想让公爵帮帮他们家族领地，要不然他就转头去找伯爵扰亮。公爵只好答应帮忙，不过他得说清楚，这阴谋确实是他策划的。虽然让莉可丽丝处于危险中是事实，但这已经发生了。接下来呢，伯爵也来找男主算账，正好他想把莉可丽丝嫁给他。对比这安排，莉可丽丝也同意了。男主一头雾水，懒得和莉可丽丝的婚事比较，结果这话搞得伯爵不高兴。伯爵觉得男主是不是不满莉可丽丝，男主赶紧澄清自己没那意思。伯爵一锤定音，婚礼就这么敲定了。领主也只能接受，但他也不敢说不。之后呢，男主觉得这一切太不真实了，他突然多出来个老婆。莉可丽丝找到男主，他对自己没什么自信，因为不确定男主是否真心愿意选他。男主说他对这门亲事很满意，莉可丽丝这才安心。男主从此多了个人生目标，那就是要全力以赴保护眼前这个人的笑容。听说男主结婚了，他惊得手都抖了，红茶泼了自己一身。他就这么给了自己一波福利，他后悔没生个女儿。男主本来可以是他女婿，要是他年轻10岁，或者男主早
早生10年，他还真想让男主当赘。这时候领主对夫人说对不起，家里要多一个女人。夫人觉得自己的世界都要崩了，他原以为一切都乱套了，他特别好奇那个人是什么样的。领主解释之后，他才弄明白领主说的是谁。看着夫人默默地走开，领主猜他可能心里还没法接受，他哪知道夫人已经等不及想见见将来的儿媳了。男主终于等到了公爵寄来的树苗，这树栽在他们那儿正合适，能招来蜜蜂，还能收蜂蜜呢。做甜食没它可不行，只可惜这带雨水少。男主打算挖几个池塘。过了没多久，西里茨带来了不太好的消息，男主好像有了新点子。这会儿他带着小伙伴离开村子了。男主站在一堵墙前，他亮着拳头打墙，扎了个大洞，烟一散，墙里露出个洞来。这可是以前反抗时用的魔法。一会功夫，他就挖出一个大坑来，等放水进去，再种上树苗。这么一来，驱使效果好了不止一倍。男主还沉浸在自己的小幸福里。这时候，他爸爸正气呼呼地瞪他，一句想吓得他以为地动山摇。走近一看，原来是男主在实验。男主只用了1个月，周围就挖好了3个池塘。牛的是，他还造了水渠，解决了大家取水难的问题。姐姐忽然带信来给男主，姐姐以为是他那可爱未婚妻的，所以亲自送过来的。男主脸红着接过来，是贵妇博白爵发的邀请他去试新茶。男主心里打鼓，担心是不是受什么圈套。领主刚从王都回来，但那都是小事，因为他这2次出门，居然真的把男主的未媳带回来了。既放有他的理由，仅仅是段时间。原来是男主御父听说了贵妇邀请男主去茶会的事，他在贵妇肯定想拉拢男主，但是他有备无患，打算让利可利斯搬来男主家住会儿，到时2人就能一起去茶话会。即便贵妇心有不快，他也不会明目张胆勾引人。再说他和公爵家的婚约引起的那些邻国动静，让利可利斯去安全点的地方，他也能放心。男主带利可利斯进自己建的大厨房，一起做甜点。俗话说得好，男人做的一手好甜品最有魅力。男主专注的样子让利可利斯看着都迷了。男主这次挑战的是黄金糖，那些精致的图案让利可利斯都不忍下口。这时门外3个奸细在暗中偷看，紧接着男主又开始处理苹果，他把煮好的糖水裹上菌果，利可利斯一尝就赞不张口。接着男主打开房门，一把抓住偷窥的人，那2马女想立刻跑，只是留下小跟班美的选择，只能面对男主。事情过后，男主和利可利斯去了贵妇的茶会现场，那奢华的场面让男主眼馋，但是那水晶灯不知能换多少桶糖。很快，贵妇的人当场介绍起男主，还积极宣传自家做的金桃。试了一口之后，所有贵族都感受到了满满的幸福。立马，这和贵妇准备的茶简直是绝配。男主巧妙提出了个罪名，还特地编了一堆理由，在场贵族们可以吩咐自己的商伙伴帮忙带回去，当做是送给朋友的小礼物。他希望大家能答应，他想让贵族们保证不对场内产品征税。毕竟糖制品供不应求，税太重了，要是每次都得交税，那些卖运动鞋的商家可就太惨了。贵妇伯爵端着2盏巨大的灯笼突然出现了，他对男主的建议挺感兴趣。利可利斯感到了一股不小的压力，贵妇想找男主私下深聊一下，但是他不让利可利斯跟着去，事情涉及伯爵家还有男主家的利益。利可利斯紧紧抓着男主的衣角，他紧抓着不放，他真的很担心男主。男主在安慰他，让他别担心，他交代随从好好照顾利可利斯。他这个房间的保安真是严格，他们以为这样就能防止任何坏事发生。贵妇明显是来针对男主的，这种情况下至少得加倍警力，对那些不懂魔法的人，几个护卫也就是摆设。尝过男主做的黄金糖后，贵妇对他的评价很高。男主说不超过3年。贵妇虽然惊讶，但也觉得男主可能真的能做到，所以呢，男主希望贵妇能帮忙利用自己的港口。贵妇看出男主背后的大计划，答应私下帮忙。他开始想象他描述的那个未来景象。贵妇的手下故意泄露了一些信息，告诉大家有不少女士对男主情有独钟，然后就是一片讨论男主的议论声。利可利斯对这种场合真的不太适应，此时他已经迫不及待想回家了。同时，男主跟贵妇的谈判也结束了。男主担心利可利斯现在的情况，贵妇似乎不以为然。他说能跟边境的伯爵联姻是好事，他家肯定乐他的话。男主有点不好意思，没办法拒绝和利可利斯的婚事呢，他又这么招人喜欢。贵妇逗他，他其实心机满满，还装作一副害羞的样子。男主硬是不肯承认自己害羞，不过贵妇忽然抱住了男主，男主希望他别闹了。就在这时，利可利斯恰好看到这一幕，贵妇一副得意洋洋
妖的样子盯着男主的小未婚妻。利克利斯二话不说就跑了，男主急忙解释自己总被对方当小孩看，但利克利斯的离开并不是因为贵妇。想到宴会上那么多人在讨论男主，他就不自觉地联想到些不好的事情。如果将来有人对他有意思，自己会不会感到不安？他跟任何人都能聊得来，自然也得到了大家的喜爱。可他本来就不多话，男主安慰利克利斯，即使他不善交流或者想得多，也没必要变得像别人一样。他喜欢的就是现在的利克利斯，将来他肯定会越来越爱他。男主希望他在那儿等他。紧接着，男主一个人传送走了。当他再次出现时，手里多了一根苹果糖，这是他特地为利克利斯准备的，世界上独一无二的。他希望利克利斯能尝尝这个专为他制作的甜品。利克利斯接过苹果糖，轻轻咬了一口，水果的香味和甜意咬了一口，这是与男主共享的美妙滋味，属于他们两人的特别味道。利克利斯心里美滋滋的。糖的做法其实很简单，因此很多地方都有制作，他们的名字也五花八门，其中就包括这个可爱的苹果糖。他把对利克利斯所有的深情都融进了这个苹果里头。看到莉莉丝被自己感动，男主就趁机问他是不是也觉得被爱挺好的，也想要给莉莉丝幸福，想要莉莉丝一直笑个不停，和莉莉丝一起笑到最后。男主这才稍微松了口气，他真的很庆幸，毕竟差点就错过了莉莉丝那么美的笑容。他梦想着能打造个让所有人都高兴的甜品王国，但利克利斯绝对不能缺席，就跟去不能没有地法一样。两人情到浓时难以自拔，却被那不长眼的女人打断。尼克洛对男主超级佩服，他不仅是领地里最厉害的，刚才那一幕帅到不行。男主把被打断的不爽就撒在尼克洛身上，回去以后尼克洛的火就加倍了。之后男主趁机装可爱，报复贵妇之前的事，他特意把那图案印在包装纸上，这让伯爵贵妇气得半死。他看上去像是有那啥癖好，结果每天都有一帮小屁孩过来提相亲。然而平静的日子马上就乱套了，邻国的爵爷跟公爵家翻脸了。邻国的边境伯爵心想他是在增强距离，所以他决定先下手为强，打算先发制人。对方那万兵力让男主父亲压力山大，没辙了，只能去找公爵求援。男主等父亲从王都回来，可他一脸严肃，他说战争快爆发了，他得跟邻国那死对头结束多年纠葛。听说自己老爸要跟邻国打仗，男主和利克利斯都莫名其妙，他们不懂为啥非得开战不可，有那闲工夫不如弄点钱的来尝尝。说真的，要是人人都能像男主这样边笑边想多了甜食，那么这世上的大人们肯定乐开了花。今天商人正巧要送山羊过来，他要为利克利斯弄个起司蛋糕。说起来，商人在路上被其他的贵族给阻了，这消息让男主吓了一大跳。商人也是真没辙，他说本来生意都谈定了，结果人家也有自己的难处，要是这批山羊没戏，他可真的命悬一线。也是没办法才硬着头皮答应。揭露的正是那个小伙子男爵，他可是以欺软怕硬著称的。可惜了，男主刚打算和丽丝订个正式的婚约，所以想让伯爵帮忙都难。谁知道战争的消息才传出3天，就搅和到他们附近的领地了。男主现在可是急坏了，他才不管别人啥爵位呢，只要是挡他吃甜的，非得好好收拾一顿不可。如果这事就这么算了，他们领地也可能被人小瞧，所以他得亲自去找男爵谈谈。领主说先别着急，先冷静一下，战争时候嘛。再说男爵那块地方离战场还近，人家也是出了银子了，他们也不太好意思开口。就算男主去讨要，对方准找战争的理由推脱，男主心里那个难受。他真不想让利克利斯失望。还有个办法能先搞到物资，就是得当援军上战场，这样才能优先分到物资。既然伯爵是未来岳父，帮个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，他们也有帮忙的充分理由。这会儿公爵孙盯着丰特拉的相片看得入迷了，丰特拉可不高兴，他就知道盯着那张纸。他辩解说丰特拉实在是太迷人了，双太两眼才行。伯爵得到消息，敌人的兵力有1万多，他们自己打仗还能应付，但伯爵需要公爵孙去支援。敌人明显别有用心，他们逼他现在出兵，目的是想撕裂伯爵和公爵的关系。因为公爵孙有打仗的经验，他猜伯爵会想给公爵孙个上阵的机会，但不能是太危险的战场。如果是胜算大的战区，那就是好机会，这样能赢，还能讨好公爵。所以一旦公爵孙出了事，伯爵就会没人帮忙了，他们就等伯爵动摇的时候出手，就能收获胜利。男主到的时候，公爵孙已经走了。身经百战的领主一看地图就觉得双方兵力怪怪的，有点不对劲。敌人兵力散得太开了，好像是防守的布局，可他们是进攻方啊。
了，有异常肯定有问题。要是换成他指挥，他会让大部队守住大本营，然后派守驻队搞突袭，这样反复骚扰，慢慢削弱敌人。比方说这个路口，伯爵急了，现在公爵孙被敌人包围了，公爵孙就带人躲进旁边的树林，结果敌人早就猜到了这招，早眼线埋伏后等着他自己送上门来。小弟们吓得腿软，想直接投降算了，但为了佩特拉，公爵孙也得拼一把，刨出一条血路来。紧要关头，几件冷箭准得一塌糊涂，男主他老爸及时赶到帮忙，赢是赢了，可公爵孙一点也提不起劲，连爱莫妻子来问候，他脸上笑意都挤不出来。要不是男主父子来救场，还有手下拼命保护，他早就没命了。营主心里明白得很，新兵第一次打仗尝到苦头后，心有余悸，体力心力交瘁，毕竟他是未来大公爵，这都是他的经历的。丰特拉看未婚夫难受，怎么安慰都不知道，丢给男主处理，毕竟以前也帮马尔克打过气。就算这样，丰特拉还是摸不着头脑，他只想让他再小一次。男主接了这活，只是得靠大人帮忙搞材料。就在这时，伯爵举办了欢庆宴会，男主抓紧做甜点。宴会上有人抱怨，以为自己能立功，成果被男主父子拿走。公爵孙听了心里不痛快，因为公爵的关系，自己得不到这种荣耀。伯爵准备了大戏，结果全给搅和了。伯爵出面说话，出战也吃了不少苦头，但他还是赢了，足以让他对自己骄傲。同伴的亡魂在脑海回不去。这时候，男主的甜品已经准备好，盖子一开，香味马上弥漫开来。这甜品嘛，绝对是大家头一次见，甚至连公爵孙都一下子忘了烦恼。男主开始说，这甜品的点子是从一次搞砸了的经历中诞生的，只要不让那些失败的尝试白费，那失败的胜利也就值了。关键是得往前看，坚持不懈才是王道。他从小到大被教育，失败是不允许的。丰特拉也没觉得他失败了，毕竟他还是做到了和他离别前的约定，好好活着，再次见到他。公爵孙心里自责，这次他觉得自己害死了好多手下，他们因为仅仅是打赢了就开心，反倒是时刻记挂着牺牲的兄弟。这份心思让未婚妻丰特拉也挺自豪，他能活着回来对他来说就是最大的幸福。公爵孙被未来的老婆劝得心服口服，又重新振作起来。两位大人也是松了口气，只能靠自己去跨过战后的阴影。他们作为经历过的人，心里都明白这一点，感激涕零。伯爵答应了男主，他想要啥就尽管开口。这时候，男主带着一大堆货物回到领地，还特意带回了利可利斯父亲的信，然后也是时候对男爵那个抢山羊的仇报一报了，所以领主才没跟着一块回来。领主也打算和男爵尝尝苦头。西里斯听了只能无奈摇头，他感觉领主父子俩太像了，都想找男爵算账。他虽然觉得这一切都是男爵自找的，毕竟现在他们买下了男爵的家畜，男爵也没啥好抱怨的了，毕竟他们之前帮领主立了大功。领主打算让男爵尝尝家畜被抢的滋味，让他感受双倍的痛楚。领主突然传送到家，他得要男主出手相助，用上瞬移魔法搬东西。其实领主比男爵还早就开始动手，抢先买走了本来打算卖给男爵的好马，这些马本来是男爵砸了一大笔银子培养出来的。他们这一回的举动学到了不少教训，或许对付坏蛋就得用这种方法。今天的视频就聊到这里，谢谢大伙的支持和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